哎，大家好，欢迎观看黑影 TV 了。期盼已久的2023年的年终大总结又来了。之前呢，我们每年都会录一个总结，但是今年我保证是我最认真仔细的一年。去年因为种种原因，其实我们的回忆呢比较的流水账。看，今天我穿上了波士顿马拉松的夹克，今年在我看来是波士顿年，我的波士顿年。从我们频道开始，其实算是我波士顿马拉松征程的开始。一共经历了这么多年，从我们每天日更节目的开始到现在这么长时间，终于在今年圆梦。而且这件衣服非常的有纪念意义，因为这件衣服的年份就是我本来应该第一次去波士顿的年份。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是一位在当地的华人老哥，咱们频道的观众和我见面送给我的这件礼物，到现在为止，都他给我带来的很多的不同的想法和能量，都一直在我心里。今天呢，这部视频的开始，就是借着这个机会和所有这几年我们见过面的或者没见过面、有过隔空交流的各位，您带给我的各种鼓励、各种的动力、各种的能量，其实一直都在我心里，也支持咱们这个频道，也支持我每天的训练和每一个下一场的比赛。感谢您。那我们就言归正传。其实我这儿有一个题词的东西，是一个家属做的 PPT，涵盖了今年这一年咱们这个小频道和我训练的所有的数据。之前呢，我也用了一些方法，把这一年在全网的视频的所有数据都抓了下来，然后用表格去做统计，包括我们所有的视频的评论。所以今天的这期的视频呢，会有很多的数据出现在屏幕上。那我们就一个一个说。今年到现在，不算这两天还没发布的视频，我发布的所有普通视频在全网一共是310部。如果这一个视频在全网很多平台发，它就算一部啊，所以我还算是个很勤劳的视频主播，对不对？我的训练日几乎是100%发片，然后休息日呢，有的时候也发片。在波士顿的时候呢，有的时候一天发2部片，因为那时候很激动。一共整个视频的时长是96小时13分钟，我觉得还是可以。但是其实咱们这个频道的剪辑比例不高，就是剪掉的部分。也就是说，我的拍摄大约我估计在120个小时的素材，剪出了100个小时的内容，还可以的。所以2024年呢，我还是会继续努力，并且我也想过，每天都说一年跟大家视频中见面了将近100个小时，300多次，是不是要固定一个形式，或者还像现在这样每天都有一个话题呢？其实也不一定。就像我视频中说的，我很希望这个小的栏目，咱们这个小频道变成一个我最初初衷的那个样子，就是我的一些一闪而过的想法，在每天的艰苦的、枯燥的，或者说是疲劳的训练中，然后这些小想法呢，可能结合了一些我的一些经验或者教训，分享给大家。那这310部视频，我们获得了多少播放量呢？大家可以猜一猜。其实这个数据是家属做的，他告诉我之前，我也猜了一猜，我没有猜对。这些视频一共获得了479万余次的播放，那也就是说，平均一部视频都在15000上下，平均啊，我觉得还是挺厉害的。而且今年也做了一些所谓的爆款，对我来说的爆款，就是播放量比较大的。而且今年我们第一次有了播放量超过10万的视频。另外呢，有多少次点赞呢？大家也可以猜一猜。哎，我又把它放在屏幕上了，一共有32万次点赞。不管这个点赞中有没有您的这一下，我都给您点一个赞，感谢屏幕前的各位。下边的数据是我们这些所有视频有多少评论，评论数大家可以猜一猜。哎，我也放在屏幕上。我们所有的视频在2023年这个年度啊，注意啊，刚才说的所有数据都是2023年这一个年度中的，不包括以前的。
一共获得了5万多次的评论。在这5万多次评论中呢，也许有您的一笔，也许没有，也许呢有您某一次训练之后的情感抒发和打卡，也许有您某一次的 PB，也许有您某一次的跑崩，也许有某一次您跟我加油，或者和大家问早上好，这些都在我心里。其实每一条评论，几乎咱们这个频道的每一条评论我都会看，都会一个字一个字的看。我可能不会每一条评论都用文字去回复您，但是基本上想和我沟通的，不论是文字还是每第4天的回评论日，亦或是我们最近加起来的周六下午的直播，我大多数都会回复。我觉得评论是我和您之间的一个桥梁。之后就是我们的分享数，分享数呢，家属让我猜的时候，我猜多了，坦白说我猜多了。我们这一年的分享数有1万次，也就是说呢，有1万次我的这个不成熟的小视频被分享到了某一位小伙伴的朋友圈里，某一位小伙伴的社交媒体里，亦或是其他的口传等等。这些都为我们这个频道带来了更多的流量，带来了更多的观众。也许您带来的某一个观众在这个频道里收获了大家的鼓励，或者说通过我的一些经验教训获得了一些少走弯路的可能性，这些都是我很开心的。下一个数据是只有哔哩哔哩这边才有的，叫做弹幕数。弹幕特别有意思，有时候我看别人的视频看弹幕也觉得特别有意思。我看我的视频的弹幕的时候，有的时候能笑出声来。比方说，不是今年，就是我 PB 那场比赛，我不是发了一个视频吗？最后我过终点，工作人员过来，他过到我边上来要扶我一下。为什么他要扶我一下呢？因为那个时候用 Stride 这个呀特别的麻烦，就是当时我设置的是要停住，然后它就自动停，所以我就立马站在那儿开始看表。工作人员可能以为我不行了，他过来要扶我。我跟他说我跟他这样了一下，然后有一个弹幕说的是你别挡我镜头。哎呀，我跟家属看着都乐喷了，家属还在弹幕里回了一下，觉得特别有意思。今年我们一共有多少弹幕呢？大家猜一猜。我又打在屏幕上，今年一共有将近5万条弹幕从屏幕上飘过。这5万条弹幕都凝聚着您对这个频道的喜爱，或者说对频道中其他小伙伴发的内容的一个回复。有的时候晚上吃完饭没得看，我跟家属坐电视机前看我的一些弹幕多的视频，就觉得特别有意思。第一是有成就感，平心而论，谁都有虚荣心。第二呢是有深深的幸福感。第三呢就是觉得特别有意思，特别的看到有弹幕飘过，觉得真的特别特别有意思。下一个数据也是哔哩哔哩独有的，就是投币数。这个数我猜的时候我猜错了，我严重的猜错了。因为坦白的说，每一部视频的数据我一般只会很努力的看评论和弹幕的数，还有播放数。投币、点赞、收藏，我不是每天都会特别仔细的去看，所以我没有一个太整体的概念。家属跟我说的时候，我吓了一跳。大家看，一共获得了11万余枚的投币，真的是感谢大家，真的是感谢大家。但是我其实是不太知道 B 站各种的收益结算的逻辑的。有小伙伴说，就是点赞、投币、播放这些会直接影响这个东西。不管怎么说，有您线上的一个币，我也看了那天我发的 B 站年终总结的那个动态，有好多小伙伴在底下发了他的截图，年度最关注的 UP 主，年度投币最多的 UP 主，还有一位小伙伴给我发了个私信，说很抱歉，一年看了好多次，但是只投了2个币，没关系的，您不投都没关系，感谢您，感谢您。最后一个数据就是视频的收藏数，这个数我觉得不会太高，因为我这个视频每天都更新，说的有的没的，收藏了也不太值得看第2遍，除了有特别的比赛的那种视频，我有时候也会自己再看看。我们今年整个的收藏数大约是2万多次，在您的收藏夹里能有我的一瞬间的出现，其实是我莫大的荣幸。家属弄的这个特别有意思，我只能看着说了，抱歉，因为我怕我记错，我是个挺精确的人。家属管这个系列叫年度之最。我们先说视频的，播放量前3的视频，其实第1名
超过我的想象，因为第一名这个视频并不是我后来一直在关注的。我们先说第三名，第三名大家能猜到吗？第三名是波士顿马拉松比赛日圆梦六星，播放量全网一共是56814次，截止到现在。怎么说呢？这也许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一部视频和到目前为止最重要的一场比赛吧。我还记得那天冲过终点前，其实那天冲过终点前我要说的话我没有准备过，我甚至没有想过在冲过终点前我会说话或者会录像，因为那天我想的是一切都为了保证比赛没有问题。那天在41公里家属给我摄像机的时候，我已经绷得不能再绷了，就完全不行了。但是我还是接过了摄像机，因为我觉得最后留下点什么，当时我首先考虑的是说留下点什么对我很重要，现在看起来确实对我很重要。我也并不像大家想象那样每天都充满活力和激情，每天都很开心，每天都很想努力去训练。我也有很低落或者不开心的时候，而这一部视频其实是这一年很多时候能够再次鼓励我的一部视频，尤其是在视频中看到您的回复，看到您的弹幕那一瞬间，就其实让我能够很多的充满力量。我其实说到这儿的时候很激动，也有些语无伦次。我们可以再来看一遍当时冲线的时候，大家可以稍微仔细听，当时的 DJ 还在喊伯里 from 北京 China。看，我距离我的第6颗星只有最后这，我也不知道是几百米。2016年，我第一次站在6大满贯的赛场上，在东京，第一次知道了6大满贯。后来那些年，看着很多国内的小伙伴完成了6大满贯，我一直想的是，我有朝一日能 BQ。那个时候 BQ 对我来说是不敢想象的。我想过很多次我冲过这儿时候的心情，26 mile， 最后 0.2 个 mile， 最后的320米，最后的320米，最后的300米，我来了，我来了。2020年的时候，我拿到了 BQ， 报名了，拿到了名额。2021年没去成，2022年拿到了名额，2022年我还没来成。那天老哥送我的2021年波士顿的衣服，对我的意义，我觉得这是我生命中，如果说只说事情的话，是最重要的几件事之一。我现在脑里想的是家里的亲人，我自己，每一个雨天、雪天，最后一个计时毯，零下20多度的北京，大雨在日坛把相机跑坏。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这个场景上一次出现还是2017年的芝加哥马拉松。Congratulations, Bo Lee from Beijing, China. Paulo Merlo. 播放量第2名的呢，这个在我意料之中，是叫做人生的第一次半马站台长居公园半马。
截止到现在的播放量全网是75119次。这个是在意料之中的，因为毕竟有一个站台嘛，这是我人生第一次比赛站台，第一次半马的比赛，虽然不是全马吧，全马我应该站不了台。我分析的原因就是那天太热了，大家都不太想拼。那天我跑了1小时18分50多秒，其实不是个能站台的成绩，对吧？规模不大，加上大家都不太能拼。我为什么拼呢？第一是好久没有跑半马比赛了，有点激动。第二，主要是想验证一下自己的能力，因为转眼就是东京的那场半马，所以那天挺拼的。那天拼完以后，耳鸣就觉得耳朵被堵住了，一直到吃完午饭到下午了才慢慢缓过来。那天确实拼到了一个比较大的极限，而且那天还有个彩蛋，是不是？衣服最终还是成功退役了。到后来粘了以后也不太行，得去专门的绣衣服的地儿粘，自己那种胶没有那么大劲儿了。那天站台之前特别有意思，主持人小姐姐快过来确认我的名字怎么读。我其实那时候还完全听不太懂，只能蒙着来。可以再给大家看看那天狼狈的样子。来总结一下啊，还有6公里的时候，突然这边一阵凉意，然后这个就掉了，然后呢，跑完以后这边又一阵凉意，它又掉了。加油加油加油！お疲れ様でした。こっち。ナイスランそう。海星さんもう少し頑張ろう。ここから。这边，这边。おばさんみたいになる。さあお姉さんナイスラン。いいリズムです。このまま。熱くない。いける。2人とも日に焼けた肌がかっこいい。よくさラスト1周かな。お気らすにごめんなさい。嘘ついた。2周頑張って。いってらっしゃい。哇！我和吉普乔格用一场很相似的。少女第7回大阪ランナーストライアルハーフマラソン男子の部第3位ナンバー405番 B ボン様1時間18分57秒第7回大阪ランナーストライアルにおいて当初の成績を収められましたのでその栄誉をたたえここに表彰します。9月30日コレクションおめでとうございます。あれです然后我们就该说第1名了。第1名的视频我真的没有想到，因为我一直以为不是波士顿就是东京，或者是长居，或者是东京半马，因为都在今年这一年。结果第1名是叫做给跑者的逆耳忠言系列，135018次，哇！所以看起来可能是被某些不巧的渠道推荐了。因为这一部我说的我认为比较的尖锐，有的话可能好多人都不爱听，但是真心话就是这样的。比方说我一直在说，跑姿是训练的结果，跑量其实是训练能力的一个体现，都是互相的，而不是谁是先谁是后的。像摆拍的跑姿呢，其实你们看我跑的这么难看，我的身材也不好，腿也不长，但是你要让我摆拍，我其实也能摆的挺好看的。但是我觉得那样并不是马拉松的真正的需要的东西。就像今天有一位小伙伴在评论区还跟我讨论说，他在摸索感受增加步幅，他的感受是落地蹬地的时候呢，略微感受到发力或者更多的发力，步幅就会大，步频就会下降。我同意他的观点，但是呢，这个过程一定是潜移默化的，而不是每一步你都要去这么做，否则的话可能它不是一个对的方向。那一期我忘了是说的这些还是说的心率还是都说了，反正可能引起了一些小共鸣。不过不管怎么样，因为有这些，如果能够略微影响到一点点人，让他们能够在跑的时候呢，别想太多，放弃那些焦虑，放弃那些所谓的幻想，努力的慢慢的水到渠成的拿到一个好成绩，这不是更好吗？对吧？我们继续年度之最的下一个部分，
评论数前3的视频。后面这些我会稍微的快一点说，因为其实都交集差不多的，但是这3部视频大部分是符合了我在拿到数据之前的预期的。第3名就是今年的东京全程马拉松，东京马拉松比赛日那一天的视频，比赛日的视频，那天的视频获得了512次评论，在全网。那天跑的还行，那天跑的是这几年以来最轻松的3场比赛之一。第一轻松的是去年的北马，去年的北马其实到后来觉得240无望了，我就放了，而且过程中路边那么多小伙伴给我加油鼓励，确实带给我动力，跟大家说说话互动一下，好像几公里一下就过去了。然后这次东京呢也是，上一次也是比较轻松的，反而是我 PB 那场，我 PB 那场比赛感觉特别轻松，那天可能是状态好。而东京这场为什么轻松呢？有2个原因，一个原因是心态好，并没有太想怎么拿成绩。第二个原因呢，是因为不太想拿成绩，所以跑的比较的放松，不是太去追求那个配速，就导致呢，虽然2小时47看起来不慢了，但是呢，就要比我的最好成绩慢几分钟，这几分钟其实挺关键的。就像那天我们的30公里的长距离，我说最后我和 Maki-san 可能配速就差2秒，但是完全是不一样的体感，而且完全是不一样的成绩。由于刚才没有出现这场比赛的题目，所以呢，我们可以再回忆一下这场比赛，我认为一些挺有意思的镜头。哎，大家伙儿早嘞，不早了啊！刚刚跑过34公里，成功从家属手里拿到了摄像机，哇，刺激刺激！李波，加油！加油！差不多了，加油干！还有1公里，小伙伴们，看前面有摄影师啊，我们摆个 pose。哎，你好，你好！哇，有观众，你好，加油，谢谢。我大概是2分半的时候，过的起点。機能性現在ですね。まだ2回目ですよ、マラソン。2回目。東京マラソン初めてで快挙を成し遂げましたね。本当です。優勝ですよ。ねえ、女子も2時間16分台、本タイムで、今入ってきた、ゴールです。哎呀，看多高兴！6大满贯。友達が応援してる。啊！刚才放的就是最后冲刺倒数1公里附近的镜头，也差不多就是每年箱根接力赛的出发点附近。大家看到这个视频的时候，我已经出发去东京去看第100回的箱根跑步接力赛了。第2名评论获奖者是高驰 Pace 3科技与运动的交汇点，获得了549次评论。高驰这个品牌怎么说呢？它是我认为是从配速开始，飞速的就变成了一个特别了不起的运动设备的品牌。像现在我所有的装备除了 Stride 以外都是在用高驰的，包括心率的臂带到手表，我觉得它做的不错。跟我接触的小伙伴，我反馈，比方说最近 Stride 同步的问题，感觉他比我还着急，就想解决这个问题。包括去年的北马，那是我带着Apex 2 Pro 用了手表自己的心率，在后半程心率出现了问题，他也特别着急，后来开了很多次的会跟我咨询怎么回事，然后后来去解决这个问题等等。希望这个品牌或者所有的运动品牌，我都希望大家能越来越好。第一，有竞争才有进步；第二呢，都好了以后呢，百花齐放，我们的选择呢也多一些。某个品牌做得更好了呢，我们未来跑的会更开心一些。我就说人生短短的几十年，
真正的运动生涯对我们普通人来说没有多少年，所以能用上更好的东西，在有限的运动生命里，其实是一个很不错、很不错的体验。大家给了这么多评论给他，也是一个侧面的说明。最后第1名，不出意外的，波士顿马拉松比赛日圆梦6星，全网获得了884次评论。这个刚才说过了，这个怎么说呢？感谢您，感谢我，另外感谢雅培给了这个名额，因为这次波士顿的名额其实是抽上的。之后就是点赞前3，这儿我们就快速带过，因为这3部视频都出现了。之前我把它放在屏幕上，大家看，从第3名、第2名、第1名，其实也符合我的心理预期。我还是觉得，比赛日的视频，在我看来，我更加的觉得有意义，更加觉得有意义。下一个年度之最，投币前3。在这儿我放出来之前呢，再次感谢您把手里宝贵的硬币投给了我们这个渺小的小的跑步频道，再次感谢您。当然这个是 B 站独有的数据，全网其他平台的小伙伴们，您的点赞，您的所有我都非常的感谢，我都看到了，都能感受到。我们直接把结果放在屏幕上。第3名是今天允许我感动一下，这个不出意外应该是你们口中的白菜老哥。我们可以回忆一下那部视频啊，你们不说我也没反应过来，那天的封面怎么拍成了像抱着一颗大白菜。看，在大阪城公园遇到了台湾来的，您是台湾来的，台湾的跑者，来比大阪马拉松。来跑大阪马拉松。对对对，是特意到这儿来跑马拉松的。对，昨天到。我住的地方离这儿不远，不远的，所以那天会在路边拍摄。我看你都逆向跑，想说我顺向跑才遇到你。我就在这条路转一圈，我也就回去了。今天打算跑什么成绩？我去年跑305，对，今天那没问题了，看能不能再破 PB。可以的，可以的。好，你1年半，太感动了。波哥，太感动了，太感动了！不，您太客气了。第2名就是今年的东京马拉松，第1名是波士顿马拉松，而且波士顿马拉松的这个数统计的6666，真的是叫什么？冥冥中的一种缘分，6嘛，对不对？666。下面我们最后一个年度之最，弹幕前3。这3部视频呢，有一部视频是新出现的，就是第3名，大阪本地跑团强度课6公里阈值跑，获得了866次弹幕。我不知道有没有其他的就目前身在海外的小伙伴们参加当地的跑团也发视频的，我不知道。但是呢，我觉得可能是题材相对新颖，大家也看看各个地方的人跑步有什么不一样的。比方说我们能看到步幅非常大的本田先生的有特点的跑姿，我们能看到世川先生那种像漫画里走出来的跑姿，我们还能看到像大河原先生59岁的大河原先生依然那么努力的，每一步感觉都在全力以赴的那种状态，等等等等。还有我老觉得跑得特别漂亮的 Maki 桑，这些，还有后来知道的田中先生跑得非常的快，感觉特别的有力量。这些小伙伴们，还有前景医生每次训练都全力以赴，感觉最后都要跌倒的那种。就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特点，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努力，每个人也都有每个人跑步的故事，不光是他们，也不光是我，还有屏幕前的跑步的您，对吧？第2名和第1名不出意外的，第2名是东京马拉松比赛日，第1名依旧是波士顿马拉松比赛日，圆梦6星。今年是我的6星之年，波士顿之年，再一次吧，感慨一下错过了2年的波士顿马拉松，感慨一下人生中有几个3年，是不是？好啊，到了有意思的环节了，观众的性别比例，这个大家可以先猜一猜，我再放在屏幕上，给大家3秒钟的时间。
好啊，准备出现。我们频道有11%的女性观众和89%的男性观众，这个数是在2023年巨大变化的一年。在2023年之前，我们频道的女性观众在我印象中大约是1%。哦，这说明呢，第一，女性跑者越来越多；第二呢，我们也被更多的人关注着，被更多人看到。我总在节目里说，女性跑者其实不容易，无论是训练还是参赛，身体条件各种的情况都不一样，能够跑马拉松的更是凤毛麟角。我们频道还有成绩特别优秀的女性跑者，在这儿呢都给您手动点个赞。下一部分是观众的年龄组组成，这儿就不让大家猜了，因为我们划分了4个年龄组：16岁之前、16岁到25岁、25岁到40岁和40岁以上，这4个组，我们直接贴在屏幕上。不出所料啊，基本上前3大块都是集中在16到25、16到40以上吧，其实都挺多的，40以上没有那么多，最多的一块是16到25岁，这也符合目前大概整个互联网上的现状。但是我觉得我们这个频道应该，比我年长的跑者我知道的就有不少了，比我年长的观众就更多了，同龄人也很多，因为毕竟就像我有时候在节目里说，人就是互相找那种就是人以群分嘛，对吧？我这个样子的性格就招来可能跟我性格差不多的小伙伴们，或者跟我人生经历差不多的小伙伴们，我们一起努力着，就像我们这大阪城的跑团一样，基本上大多数人都比我年长一样。最后这部分是家属贡献的一个想法，我觉得特别好。我们全网将近6万条评论里提到了完赛、加油、早、PB、受伤这些关键词，提到了多少次呢？我们可以看一看。首先是完赛，整个2023年在我们的评论区提到完赛这2个字，一共出现了1058次。在我们这个频道里有1058次完赛，无论是半马还是全马还是5公里还是10公里，1508场比赛中至少都有我们频道观众的身影。不知道他们在比赛的时候，在跑到很难受的时候，在冲刺的时候，在开心的赛后庆祝的时候，还会不会想到某一次对咱们频道不经意的一瞥，或者是某一次他在完赛之后怀着兴奋的心情在频道中跟大家在评论区分享完赛的喜悦。如果您记得呢，您可以在弹幕上在评论里再提一次，再回忆一下您当时喜悦的心情。咱们频道最多的就是每天互相大家的打卡和问候，还有互相的加油。提到加油2个字的评论多达4953次，无论您是给自己加油，还是给我加油，还是给评论区其他的小伙伴们加油，我都给您再手动加一个油，感谢您，我们一起加油，2024一起加油。另外，我们是个晨跑节目，我也是个晨跑跑者。我们评论区呢，好多小伙伴也会说大家早上好，或者跟我问早，无论是评论还是 B 站的弹幕，很多都是早上好。出现了早这个字的，目前有8045次。有这么多位小伙伴起了一个大早去训练，或者起了一个大早去工作去学习，不管您干什么，8000多次的早都在我心里。下一个数据，这个数据我觉得意义重大，就是 PB， 就这2个字母，因为我只能去通过搜索去搜索条数，可能您说了最好成绩，或者说了 PR 这种，它没有被统计到，这个只能抱歉了。在我们频道的2023年里，评论中提到了 PB 2个字的有521次，我就认为有521次 PB， 而不是许愿自己 PB， 就是真正的 PB 了。感谢您，如果您在这521次里，或者您 PB 了当时没有和大家分享您的喜悦，我真心希望您现在和大家再次或者第一次分享一下您 PB 的喜悦，好吗？告诉我们您是在哪一场的比赛中
获得了您的 PB， 不管这个 PB 成绩怎么样，但是是您的最好成绩，对吗？希望大家能够无论是在评论区还是在弹幕，就现在跟大家再次分享一下您 PB 的喜悦。分享完了 PB 的喜悦，我们就迎来了最后一个关键词，也是我觉得比较我希望它出现的少一点的关键词，叫做受伤。但是很不幸的，它出现了532次。所以跑步训练马拉松就是要伴随伤痛的，有的伤呢轻，有的伤重，其实大多数的疼痛都没有事儿的。如果是意外的摔伤或者说事故，咱们评论区也出现过，有位小伙伴他一直在评论区汇报他的情况，现在已经开始在恢复。还有我提到的那位被车撞的小伙伴，这些事情呢，我希望在2024年越来越少。期待2024年这个要比2023年少吧，大家都能开心的、顺畅的保持一个训练节奏的情况下跑下去。最后一部分就是我这一年的训练数据，跟大家流水账一样的过一下。这个数据只包括跑步的，不包括力量训练等等。2023年全年截止到现在，我跑步了428次，总共的时长是412个小时51分钟，总距离到目前为止是5132公里。坦白的说，2023年的春天和夏天我不够努力。春天是因为有比赛，那段时间也有些焦虑，因为毕竟去波士顿还不知道能不能成功。之后到夏天以后呢，跑量变少了，因为这边要比北京的夏天更加的炎热，再加上那段时间比较的忙工作，就导致呢有的时候会有一些，也不能叫厌跑，就是厌跑长的一个心理。那时候有小伙伴也发现我好久那时候都没有跑长距离了，最近才开始把长距离又加了回来。所以今年的总距离是5132公里，也就是说没有做到平均每个月500公里。这个希望2024年我能够做得更好。单次跑步最长距离42.6公里。当然了，这个大家也可能都会看各种的跑步软件给您的统计，不用太往心里去，一般都是马拉松，有的时候是穿过了高楼，有的时候是多跑了冤枉路。但是我这次是真真正正跑了42.6公里，为什么呢？它是我的波士顿马拉松。波士顿马拉松没有建筑物，没有 GPS 的问题，就是单单纯纯的没有跑到最短的距离上。但是也还好，只多了500米，对不对？但是500米大概就将近2分钟了，是吧？单次跑步累计爬升最高257米，大家肯定能猜到，也是波士顿马拉松。波士顿马拉松总共有200多米的爬升，当然这个数是跑手表统计的，肯定和官方公布的赛道数是不一样的。说到爬升呢，对了，大家可以看这张图，我把它放屏幕上，这个是高驰的统计图，就是今年2023年和2022年我总爬升的对比。可以看到，到了大阪以后，到了这个叫大坡的城市以后，我有什么变化。所以期待明年我的爬升能力会越来越好，有朝一日可以在波士顿跑一次好成绩，好不好？今年的最快1公里，也是我个人最快的1公里，是3分钟每公里。没错，我没有跑进过3分钟1公里的时候，从来没有过。哎呀，这个是个小人生遗憾，但是我觉得我真的做不到，我是个速度能力不太行的人，而且到这个年纪了，平心而论，随着年龄增大，速度能力就是会下降的。是在哪儿创造的呢？不出意外是在，大家还记得夏天的时候神户的马拉松接力赛，我的第一棒，那次真的是全力以赴了。小伙伴们，还有1分钟左右，我是第一棒，要出发了。Go！ 再钻！
きつい。哎哎，304，304，304，现在是2小时27，我还有最后2圈半。这个小伙伴这是第1圈，他第2圈的时候交给我，我跑1圈、2圈，再多跑半圈去那儿冲刺。这个是要冲刺的这个红绳。25番、1多めにね、もうこの感じでゴールですね。おめでとうございます。入ってくれました。ありがとう。95周走ってくれました。ありがとう。ナイスロー。ありがとう、コドさん。プリーズ、これちょうだい。今時ないっすもんね、これ。ないっすね。ウェブから撮ってくれたんですけど。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これみんなでほんじゃ写真撮ってもらえますか。哎呀，漫长的数据过去了，不知道大家听烦了没有？我已经说的口干舌燥，但是说的依旧心潮澎湃，觉得我说过的每一个字，看到的每一个数据，都是这1年我生活的一部分，我生命的一部分。就像有一期节目，我觉得我说了一个特别，我后来觉得还在沾沾自喜的观点，就是您和家人朋友对您跑步的观点这方面的沟通，我觉得您成为他生命中的一部分，去影响他。也一样的，这些数据，不管是您各位在屏幕前创造的点赞、关注，还是我自己创造的里程和爬升，都是今年1年黑影 TV 还有我的生活中的一部分，是很重要很重要的一部分。在这儿我最后再感谢一次屏幕前的您，感谢一次摄像机后边的家属，感谢一次远在北京的父母，还有坐在摄像机前面每天跑啊跑，举着摄像机录啊录啊的我，好吗？最后还是祝大家能努力生活，健康平安。咱们2024继往开来，努力再干，争取到2024年这时候，我可以在屏幕前再给各位交一份我能满意，也能让各位满意的年终总结。也希望2024年各位一切都能顺顺利利，到年末的时候呢，也能给自己一个更优秀、更让自己开心和更让自己有成就感的年终总结。那年终总结就结束了，我们2024年的年终总结再来这个形式。那我们一起加油干，咱们下回再见。